影片开始之前，请先帮我点个赞啦！看完影片有喜欢可以帮我订阅、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影片中介绍的景点跟餐厅连结都帮大家准备好放在资讯栏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双人学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要继续展开第二天的东京自驾近郊玩法。这次我们将前进到茨城，从东京出发，开车大概1个半小时。我们这一次是透过 Toku 平台租车。Toku 是一个可以多间租车公司比价的平台，提供早鸟跟多种方案的选择，同时还有专属的 TEP 高速公路 Pass， 过路费吃到饱的方案真的超赞。如果刚好要到日本玩又有租车需求，可以上 Toku 比较一下，资讯栏还有双人学粉丝的优惠码哦。一下车走进大喜基前神社，第一个感觉很特别的不是鸟叫声，是海浪声慢慢传进来。大喜基前神社是盖在面向太平洋的海边山丘上，有着1000年历史的古老神社。这边供奉的是大国主命跟少燕明命，很多人会来求健康、良缘，还有整体的运势。整个神社很宁静，加上风吹海声，会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。往白色鸟居的方向走，旁边就会看到有神机鸟居的照片。没错，这也是大喜基前神社最受人朝圣的地方。顺着阶梯往下走，穿过马路之后，就会看到鸟居映入眼帘。相传这边是神明当初降临的地方，也就是所谓的神基。所以后来才会在这一块岩石上设立鸟居，等于是把这个地方当作神域的入口。如果碰到满潮浪花又很大，拍打着鸟居的画面，一定会非常震撼。要来看神基鸟居之前，一定要先了解潮汐的变化。像我们那一次去的时候，刚好碰到下弦月，就是小潮的时候，海水没有到最高。但如果是满月前后的大潮来，整个海面会更满，视觉会更升级。也有很多人会专程早起来捕捉鸟居跟日出同框的绝美画面哦。大喜因为有大喜港，在港口旁边的大喜海鲜市场是许多当地人会来采买渔获的地方。这家卡酱的店在这一区非常有名，因为是渔师的老婆们亲自下厨，所以店名才会叫做妈妈的店。提供的料理都是当天捕捞的海鲜去做，提供多种冻饭定时的选择。这一次我们点了一个2色冻，是用生的跟熟的2种布拉提做成的盖饭，还有非常家常味的腌制鱼片盖饭，来吃吃看。自 K 冻，也就是腌制冻，算蛮厚一片的，然后蛮大一片的感觉。我先直接吃吃看。它的鱼肉本身就已经有咸度，所以完全不需要再加酱油了。鱼肉吃起来是有咬劲的 Q 弹的那种感觉，跟我们以前吃生鱼的感觉比较不一样。它整个已经是有酱油腌过，所以其实比较多都是酱油的味道的感觉，比较没有那个生鱼的味道了。它的2色都跟我们以前有介绍过的不一样。我们的2色指的是说2种不同的鱼肉，但是它的2色是走2种像布拉提。我第一次要吃生的这个布拉提，我稍微把它搅拌一下，跟饭和在一起，口感其实滑滑的，不到很深的感觉，很像要吃粉丝就是在吃冬粉的感觉啊，蛮像的。但是确实会有一个比较重的布拉提的味道，因为我刚刚是综合的吃，那个布拉提的咸度蛮高的，所以那个酱油不要淋太多，就是稍微提味就好。这个蛮特别的，我觉得吃起来的感觉蛮不一样的。一走进久列基前神社前面的参道，我第一个感觉其实是有点被镇住。2旁全部都是高到不行的树，而且是整排直接把天空盖住的那种，阳光是从细缝洒进来，地上会有一格一格的光影，整条参道走起来很像走进一个天然的隧道。久列基前神社的历史很久，大约创建在西元856年，是大喜基前神社的兄弟神社。以前这边被视为是守护这一带海域的重要神社之一，这边供奉的主神是少燕明命，在日本神话里面有开运之神的含义，所以很多人来这边不是只有求平安，而是希望来求好运气。神社内也会看到有乌龟的雕像，乌龟在日本文化里面本来就象征长寿累积的含义，在这边也被衍生为守财跟带来好运的象征。这里的御神签跟御守也很特别，像是这个金色的小猫，乌龟造型的御神签也都是超可爱的。还有一个是期间限定的透明御守，可以招来幸运降临哦。再来这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金运玉珠印，
想求财运的朋友一定要来祈求一张。不过想要买到金运玉珠印是有时间限定的，这点要特别注意哦。国营长鹿海滨公园其实是日本少数国营级公园之一，整个园区是盖在原本的军事用地上，后来重新规划成大型的绿地公园。整个园区很大，主要分为几个区域，像是有游乐园区、沙丘区、草原区、树林区，以及最红的见晴之秋。4月跟10月的花季时期，成人的入场费是800日币，其余的时间是450日币。但也因为园区真的很大，园区有提供小火车，加上那天我们去的时候刚好在下雨，毫不犹豫就是要搭。正常来说，小火车是要在入口附近的售票亭购票，但我们那一天人蛮少，是直接跟旁边的工作人员买1日券。这个小火车其实设计的蛮方便的，它会绕整个园区一圈，而且每个主要的景点都会停，而且如果你要在某一站下车，记得要自己按下车铃。那天因为天气不好，我们就没有慢慢逛，我们直接锁定这边最有名的地方见晴之秋。见晴之秋其实是整个公园的招牌景点，最大的特色是整片山丘会被同一种植物覆盖，随着季节变成不同的颜色。我们这一次4月来刚好遇到的是粉蝶花的花期，粉蝶花见晴的时候，整座山会变成一整片的蓝色。天气好的时候，你甚至会分不太出来哪边是天空，哪边是花，所以这边有被称为像蓝色地毯一样的花海。不过我们那一次刚好下雨，老实说真的有一点可惜，没有看到最美的画面。不过这里其实不是只有春天可以来，一年里面有2个很重要的花期，一个是现在看到的粉蝶花，就是4月，另外一个是10月的扫帚草。而且除了这2个之外，整个公园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花种在轮替。如果你是喜欢拍照、喜欢看花的朋友，来茨城这边一定要排进你的旅游清单里面。下一站我们来到牛久大佛，入场费分为2种，一个是单纯参观庭园，成人500日币，如果要进到大佛里面参观，成人是800日币。牛久大佛曾被列入金氏世界纪录，是世界上最高的青铜立佛之一，光是从远远的地方开车过来就会看到它。这座大佛其实是在1993年建成，是由净土真宗东本院士派所建立，主要供奉的是阿弥陀佛。大佛之所以会盖在这边，是因为这边距离佛教祖师青鸾圣人的诞生地不远，所以这一座大佛某种程度也是在纪念这一位重要的人物。整个园区其实规划得很像一个大型的庭院，有水池、有步道、有草地，不像是很严肃的宗教空间，反而比较像是在逛一个超大型的庄园。而且这边其实也是可以赏花，春天会有樱花，地面也会铺满了知樱。我们这一次来的时间点，樱花其实已经掉得差不多了，但知樱刚好是满开的状态。整片桃红色铺在地上，配上后面那个大佛，是不是很美？后来在大佛脚下刚好有一颗樱花还没掉光，还是有成功拍到樱花跟大佛同框的画面啦。最后要离开之前，有一个画面我真的建议一定要拍，就是跟大佛的合影咯。就在牛久大佛开车大概5分钟距离，就有 Army Premium Outlet， 是茨城地区规模最大的 Outlet， 品牌的种类也算蛮齐全的，像是常见的运动品牌、休闲服饰，还有一些日本的品牌。整体逛起来比较偏休闲家居路线比较多一点，比较不是走主打精品奢侈品牌的 Outlet。而且我们那一次去的时候人真的不多，逛起来超舒服，结账也不用排队。虽然我们那一次去也没遇到折扣季，但也是默默买了不少，因为有一些价格便宜的蛮夸张的。如果有在考虑要不要去逛，可以先上他们的官网看一下有没有想逛的品牌，再决定要不要安排进行程哦。这家拉面 shop 牛久结束店在 Tabelook 上有 3.8 的高评分，虽然它不是在市区，甚至有一点偏远，需要自驾才能到。入店要先用10券机购票，他们家最有名的就是最上面大颗按钮的拉面，葱花叉烧、豪华叉烧、葱花拉面等等。
除此之外，也有提供不同的汤底、酱油、味噌、盐味、沾面等不同的版本，不同的口味也可以对应不同的配料。他们家主打的是贝脂系拉面，会在拉面汤中加入猪油提味。这碗豪华叉烧拉面，浓郁的猪骨汤底是许多人吃过难以忘怀的主因。另外，这碗味噌口味的叉烧拉面，也是许多日本人评论必点的口味之一。所以喝看看它的汤，哦。因为我们刚好坐在吧台，有看到他们会甩猪油在你的碗里面，在你的汤里面，所以它就是很浓厚的猪油的香气，然后它本身的汤是猪骨的汤底，哦，这汤很好喝哎！来吃看看它的面，它是走细面的款式，面条是蛮好吃的，而且是可以吃得到那个面条本身的那个味道，我觉得面也表现得很好。它的叉烧是走厚切路线，所以吃起来的那个肉感蛮重的，真的很好吃的。难怪生意超好。沐益洋的这一款呢是味噌的汤底，我们喝看看汤底。我觉得多的味噌的香气也蛮好的，而且它是味噌跟芝麻，反而会比较喜欢你的那个口味。我觉得它的这个招牌的味道就已经很棒了，很棒了。但是味噌会稍微比较咸口一点点，味噌的面比较有入味，比较有味道，有扒附到它的汤汁的感觉。我觉得它来就是点它的招牌，它的几乎每个人都是点那个招牌的，我觉得真的很好吃。这一间很适合专程来吃。下一集的东京自驾近郊玩法，我们将前进佐原这个地方。其实我已经放在口袋名单很久了，浓浓的昭和感跟老街风情一直是我想探索的地方。这一次又会有怎样的体验？又吃到了什么厉害的国宝美食？请继续锁定每周四双人学的新片哦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订阅、按赞，并且开小铃铛，我会持续分享国内外好玩好拍的景点以及好吃的美食哦。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看更多美食旅游的分享。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